脱了躺下来。和傅景成联姻1年，我得了一种怪病，一发作浑身像着了火，好不容易挂了私人号，但我挂的妇科女医生怎么变成了男的？医生，非得脱吗？能不能换个女医生啊？不脱裤子怎么做检查？你要是对我不满意，不想治可以直接走。可是，他的眼睛很好看，让我……医生，你一定要把我治好啊！哪里不舒服？我那里……躺下去。什么情况导致的？我总不能说是因为结婚1年，老公根本不碰我，而我想要的却越来越多。结婚了吗？结了。已婚，已经不是单身了。把腿抬起来，别乱动。医生，我严不严重？内分泌失调引起的癔症，跟你长期没有性生活有关系。我给你开点药缓解一下。但是这个病光吃药没用，建议你回去。谢谢医生。今天第一次代班。商凌睿，你连招呼都不打就跑来顶我的班，看我的病人。姐，提醒你一句，当年我在医学院的成绩可是第1，我能帮你免费接诊，那是你的福气。你还有理了？更何况这家医院是我名下的产业，作为老板来视察工作，不行吗？再厉害，你也是我弟弟。不过你不是有洁癖不近女色吗？今天怎么转性了？竟然主动给人看妇科。你不会是……你想象力那么丰富，怎么不去写小说啊？既然你不欢迎我，我走了。哎，别走，我给你介绍新内科新来的主任，大美女，还单身。没兴趣，我明天还得去公司上班呢。这臭小子，我会真看上刚刚那个姑娘吧？哼！我真是疯了，居然真的让他帮我检查。下次复查一定要找个女医生，千万不能再碰到她。你不是刚才在诊室给我看病的男医生吗？上车，我送你一程。老天爷，非要追着我杀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咱俩也不熟吧，我躲你还来不及呢。你是我病人，送你一程是应该的。真不用了，我老公马上就来接我了。所以他这是在告诉我，他是有老公的人。行，开车。傅景成刚好出差回来，今晚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。我是温家不能提起的存在，因为家族利益，联姻嫁给了傅景成。他以洁癖为由抗拒夫妻生活，如今倒好，我却得了这难以启齿的病。别紧张，今晚喝点酒再上床。穿哪件衣服好呢？
这种事情是不是得穿得大胆一点？就这件吧。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。老公，你要不要喝一杯？我这样他会喜欢的。他今天怎么穿成这样？性感、妩媚、撩人，但绝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我累了。又躲我，他身上的味道不是我的香水味，他在外面有人了。他洁癖那么重，应该是我多想了。还是按原计划，先把他灌醉，然后治病。这么晚了，你还不睡吗？他这是同意了。我现在就睡。你不会以为我今晚要碰你吧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分房睡。你要跟我分房睡？你要跟我分居？是，在联姻之前我就告诉过你，我有洁癖。如果你实在想要，就自己解决吧。我去隔壁睡。对了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要随便进我房间。结婚1年，我因为长期没有了性生活，都已经得了癔症。非但不帮我，还要跟我分房睡。谁的声音？这么晚了，他还没睡。琪琪，温琪，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姐姐，温家引以为傲的女儿。我的父亲有2女1子，所有人都把温琪当作掌上明珠。傅景成前来请求温家联姻，我以为他喜欢的人是我，原来我只是他的退而求其次，还骗我说有洁癖，实际却是在为我姐守身如玉。早晚被病折磨一宿，又被傅景成恶心，这样的联姻不如趁早结束。冉冉，你可算来了！怎么了？这么多人？今天空降了一位新总裁来公司任职。我这口红怎么样？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你看看他们，全公司的女的都恨不得化成天仙，想第一次见面就能让总裁记住自己，说不定就能升职加薪。你这妆也太淡了，我帮你不用了，新总裁来任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画漂亮点就行了，祝你成功。我还是早点把工作做完更重要。我打听过了，新总裁年轻又英俊，万一我不被挑中，你被总裁看上也好啊。我算明白了，这职场中杰出的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，不如有个强硬靠山。若是新来的总裁能看上我们，以后在公司可就没人敢欺负我们俩了。本来到这儿就是温家防着我接触温氏产业，我要是升职加薪，指不定还惹出一堆麻烦。真不用了。来了来了，总裁到了。怎么会是他？
那天给我做私密检查的男医生，竟然是空降总裁，我的顶头上司。怎么可能？他不是医生吗？这一定是幻觉吧？总裁好。居然真的是他，我昨晚梦里的男主，我完了呀！原来他在这上班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什么岗位？温冉，项目部。商总，这边请。哇，又帅又高啊，好帅啊！听说他都没交过女朋友呢。是不可能的，医生怎么可能还是总裁呢？会不会是我看错了？只是两个长得很像的人，但其实他们并不是一个人。冉冉，你跟商总认识啊？不认识啊，怎么可能？是吗？可我刚刚看总裁多看了你一眼，还问你叫什么名字呢？该不会是看上你了吧？肯定是你眼花了，认错了。我不认识他。我完了，我完了，我完了！真是我眼花了。可我明明觉得总裁一直在看他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大 boss 的母亲是南阳私立医院院长，他爸就是电视上的那个商首长，从小在大院长大的，后来出国学了医学和金融学的双硕士。按理说，本来他应该接手他妈妈的医院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来我们公司了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南阳私立医院，那不就是我去看病的那家医院吗？所以他真的是那天给我看病的男医生，我没有认错人。还好他是总裁，而我就是个小透明，只要躲着走，应该不会有什么交集。温然，商总点名让你去趟他办公室。我根本躲不掉。你犯了什么错？我也不清楚啊。他该不会是怕我知道他除了是总裁，还兼职当妇科医生，所以要开除我？我还正说没机会让你犯错，不好和温太太交代。哼，没想到你自己捅娄子捅到商总那儿去了。这下温太太终于能满意了。我不管你是不是真的不清楚，但如果你犯了事儿，自己扛，别拉我下水，听清楚了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记住，在商总面前别乱说话，要不然以后在我手下可没好日子过。说的好像我在你手底下有好日子过一样。你受指使这2年对我各种打压和职场霸凌还少吗？你什么你？不就是怕我告状吗？你还真是多虑。我找商总呢是有更重要的事情，轮不到你这样一个小角色指手画脚。进。刚才没发现，他穿职业装的样子也很好看。你看见我很惊讶？没有，商总，我可能是被你的风采给震慑住了，一时出了神。照你这么说，温小姐是看上我了？不是的，商总，我只是你手底下的一个小小员工，怎么有那样的胆量？我对你只有下属的崇拜。身体好点了吗？吃了药之后好一点了。你的病没那么容易治愈，有需要随时联系我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有需要随时找他呀？难道说我需要的时候他也可以？本来我就有病，这样聊下去我就要色令智昏了。光吃药可不够，有句话说得好，赌不如输，你知道吗？
好的，谢谢商总关心。没什么事情的话，我先下去工作了。我有说你可以走了吗？商总，请问您还有什么别的吩咐啊？这个男人真是帅得无可挑剔，如果真的跟他上床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好想跟他做。你在想什么？我想跟你做，做事。商总，我想跟你好好学做事。真的是要跟我学做事？是的，就是做事。他一直盯着我，是觉得我胆大包天，觊觎他，要开除我吗？我正好缺一个助理的位置，从明日起，你就暂代总助的职位。我做你的总助？商总，我之前没有做过助理的经验，我怕难以胜任。对升职不满意？不是，我觉得……你是总裁还是我是？当然是您。回去交接一下工作，明天来总裁办上班。可是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和他做，他真不怕我把持不住啊？不想干，你可以离职。我知道了。他知道什么了？原来是在这儿点我呢，还说让我升职总助，其实就是想让我辞职，辞就辞呗，反正我也不想干。冉冉，商总为什么把你单独叫去办公室啊？是不是看上你了？他可是总裁，怎么可能会看上平凡无奇的我？你哪平凡无奇了？就这个月，我已经帮你处理20多束玫瑰花了。就你这颜值，这身材，商总对你一见钟情也不奇怪。一见钟情？那我是不是就有机会跟他睡觉了？他身形高大，肩宽腰窄，那方面肯定很强吧？哎呀，不对，我想什么呢？你别瞎猜了，工作吧。好吧。今晚留下来加班，这些交给你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黄经理，我马上就要下班了。哼，别以为商总单独叫你去趟办公室，你就不把我这个经理放在眼里，在项目部还是我说了算。我都要离职了，还怕你刁难摆布？你想干嘛？公开违抗上司命令，信不信我炒了你？那就炒了吧。黄岩，你不过就是温家养的一条狗，主人朝你扔了一块骨头，你就能抽我叫了2年。你敢骂我？骂你是狗都已经侮辱狗了。你每天把那办公室的椅子都坐得咯吱咯吱响的，一站起来浑身全都是陈年猪油味儿，就跟你说一句话我都嫌恶心。我少拿你那破经理的职位压我，就你那点工资都不够买开塞露和降压药的，在温家当狗当久，还真以为能骑在别人头上拉屎了。这破报表，谁爱做谁做，老娘不伺候了！不是你炒了我，是我炒了你！我忍！现在都快11点了，居然还没见傅景城人影。喂，哪位？结婚1年了，他居然还没存我的电话。是我。有事？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什么态度？爱回不回？
竟然做了一晚上噩梦，梦到黄一安找我麻烦，梦到傅景成要跟我断了曲温琪，还梦到和商总的春梦。赶紧起床清醒一下吧。这样不上班，一个人过也挺好的。人呢？我都已经辞职了，他还不放过我。糟了，又来了。你在干什么？这男人阴魂不散。商总，这么晚不来上班，在家里干这种事情？商总，我已经辞职了。辞职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员工离职需要提前1个月申请，配合法务调查交接工作，否则视为违约，需要赔偿公司2年薪资。2年？那我岂不是这2年都要白干啊？你说呢？商总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我有病，实在是没有办法工作。你有什么病？我有什么病，你还不清楚吗？那天不就是你亲自给我检查的？我有癔症，一旦发作欲求不满，根本就没有办法专心工作。他怎么不说话了？我说话太大胆，他不高兴了。限你半个小时内到公司，我帮你治。啊？他要给我治？怎么治？难不成亲自跟我上床？但如果能和商总共处一室的话，那岂不是可以不药而愈？我想什么呢？怎么能觊觎商总的身体啊？违约金我赔不起，先去上班，1个月以后再按流程去提离职。哎，你说他到底该怎么办呀？哎，他怎么又回来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他们怎么都这样看着我呀？我跟你说啊，真是恭喜你啊，温然！没想到你本事这么大。黄经理，还请明示啊？还装蒜呢？人事部刚发了调令，把你调到总裁办公室做总裁秘书。他居然真的让我当他助理。别人辛辛苦苦最多连跳2级，你倒好，跟坐火箭似的，升到了总裁身边。哎，你到底用什么手段啊？真是会当职场搅屎棍，怎么不说加班加点的是我，节假日无休的也是我？这都要感谢黄经理的悉心栽培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要不是黄经理的特别关心，商总也关注不到我。现在我直升到了商总旁边当助理，肯定不会忘了黄经理这2年的恩情的。你别以为你升得太快你就得意忘形，小心升得太快你摔得越惨。冉冉，你太厉害了！你看黄燕那里跟猪肝似的，他就是小心眼儿，别管他，收拾东西去楼上报道吧。我知道。黄义安算什么？大 boss 分明是商总，升上去当总助，天天对着商烈瑞那样的极品男人，看得到吃不着，
一中怕是会更严重。商总，我来了。温助理，你今天迟到了。我是因为扣除这个月的出勤奖。简直比黄一安还黑。你今天的主要任务是帮我把休息室打扫干净。这跟保姆有什么区别啊？你见过月薪5万的保姆吗？好的，我这就去。记得脱鞋。规矩真多。干净成这个样子，有什么好打扫的？难不成他跟傅景成一样有洁癖？文然，怎么还没回来？打扫个休息室要那么久？月薪5万，当总助的工资，结果就是干保洁阿姨的活。有钱真好啊！等我有钱，就找10个男模给我打扫卫生。这是他的，不过这尺码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不对啊，助理给老板打扫卫生，天经地义，把内裤捡起来，然后扔回脏衣篓就完事儿了。他怎么又过来了？商总，你又发病了。你又发病了。对不起。他是……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？我没什么。他在紧张。拿出来。真的没什么。没想到温助理还有收进男人内裤的癖好。我没有。既然你喜欢，那这条内裤送给你了。他把他的内裤送给我，该不会是暗示我？如果真的……你在想什么？商总，我得去吃药了。都拿走了，还说不喜欢。哎呀，糟了，内裤还在这儿，忘记还他了。温助理，江助理，你也在这儿啊？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？你不进去吗？
不用了，我刚打扫完休息室出来。商总让你帮他打扫休息室啊？这么多年，我可从来没见过有人能进他休息室，就连卫生都是他自己打扫。看来总裁对温助理不简单啊。对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我进去送资料了。拜拜。这才刚见面几天啊，就射死我这么多次，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喂，冉冉，今晚庆祝你高升，我们去喝一杯吧。好啊。这哪里是高升了，分明就是折磨。来，庆祝你高升。怎么升职了还闷闷不乐的？你是不知道啊，这升职还不如不升。你这也太凡尔赛了吧！总裁的贴身助理，待遇好，福利高，还能天天见到商总，别人羡慕都来不及呢。你怎么还嫌弃上了？就是因为天天见，所以才不好呢。现在跟总裁一层楼上班，压力确实大。不过好歹不用被那个黄妍刁难了，而且商总是360度无死角的帅，你就当上去看美男也好。就是怕再欣赏下去，我自己会把持不住。那不是傅景成跟你姐吗？他们这是要亲上了，玩太过了吧？他不是说自己性子偏冷，不喜欢喝酒吗？怎么遇到我姐就热起来了？我姐是微波炉转世啊！搞什么？他们太过分了，根本就不把你放眼里。哎，等等，拍几张照片就没事了，他们可是当着你的面要亲上了，这也能忍？谁说我要忍？哼！好会亲啊！他怎么来了？微软，我跟你解释，这是玩游戏。死渣男，去死！我爽了，你们继续。微软，你发什么酒疯？就发酒疯。傅景成，你不是告诉我你有洁癖吗？怎么，我姐的口水是消毒水啊？亲上它你洁癖就好了？你在胡说些什么？我跟景成只是玩游戏。闭嘴！打他没打你是吧？微软，我警告你别乱来啊！死渣男！我们走。冉冉，你刚才太帅了吧？你没看那俩渣男贱女被你骂的连屁都不敢放了。冉冉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该不会早就知道他们两个有一腿了吧？我也是不久前才发现，他被我撞见。这也太恶心了！看来打他们都算轻的，我现在就回去。别去，放心，我已经准备好离婚了。该离，这种渣男就不能留着过夜，就是便宜了他和温琪。放心吧，温琪看不上他的，温家早就给他准备了一个金龟婿，过不了多久他就要嫁人了。而且他们俩现在这样暧昧，不过是见不得我好罢了。那你爸妈那边，他们能同意离婚？他们把脸面看得比性命都要重要。我要是离婚，他们第一个不同意。傅景成呢，更不会同意。毕竟没了妹夫的身份，他还怎么接近他的心上人？那你岂不是还得忍那个渣男一段时间啊？
下周就是我回老宅的日子，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你帮忙。我记得你有个表姐是记者，你是想……等明天我把照片发给你。行，包在我身上。走吧。商总，温州里是温家的小女儿，但温家人似乎更喜欢姐姐温琪，以至于她在温家并没有什么存在感。温琪，看来她在温家过得并不好。傅家，难道温冉和傅家是家族联姻？温冉的病发作的那么频繁，他们关系不好。齐月成，你最近不是要跟温家联姻吗？我有事要问你。商总好。总裁专用，进错电梯了。他不想跟我靠近，为什么？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！早上出门才吃了药，好不容易把癔症控制住了，一出门就撞上他，还是在电梯里。老天，不用这么考验我吧？温冉，哎，怎么了，商总？你是不是在躲着我？怎么会呢，商总？昨晚梦到的，好不容易把反应给压下去，现在又供出一个狭小空间，我真是疯了！竟然惦记一个有妇之夫。这段时间，今天不能再搭理他。怎么感觉他一直在看我？是我的错觉吗？到了，商总。对不起，商总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没事吧？泡杯咖啡进来。秘书还要负责泡咖啡的吗？行吧，你是总裁，你说了算。搞定，谢谢。阿瑞，你怎么想的？放着好好的伤势不去继承，一回国就跑来瑞星了。要你管，我暂时不想接手家业，不行吗？行，当然行。别像我，刚接手家业就被安排了一桩婚事。不是，你把我叫过来就是为了嘲笑我吗？你认识傅景成吗？傅家的私生子，没什么印象。听说他能力不行，性格也是极端和变态，所以在圈内没什么朋友。不过，你打听这种小卡拉咪做什么？进。哇，商烈瑞这小子艳福不浅啊！商总，您的咖啡。秦少，你认识我？都快成我姐夫了，能不认识吗？只是我存在感低，你不认识我。美女，有空一起喝咖啡吗？
果然不认识。这咖啡怎么泡的？重新泡。还有你，聊完了吗？还不走？不喜欢你也不用这么凶吧。别啊，让我跟你的美女秘书聊聊天呗。聊什么天？现在是上班时间。温然，你还不去？抱歉，商总，我重新泡。这女人是不是太热眼了？不，是秦月超这个家伙太不知廉耻了，四处勾搭人。堂堂秦家大少，竟然和我一样都被出轨了。这么一想，心里倒是平衡了一点。阿瑞，你那个美女秘书刚特地多看了我一眼，你说她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啊？收起你的恋爱脑，赶紧滚出去！别啊，我才来多久啊？这样，你把她的联系方式给我，我感觉我恋爱了，我想约她吃个饭。她已经有老公了，怎么？你想做小三？不是啊，我好不容易遇见一个一见钟情的，竟然是已婚的。就算没有，你也快结婚了。我操！真狗啊！一提到问题我就头疼，什么心情都没有。这咖啡你喝不喝啊？不喝我喝。让我尝尝他的手艺。这是加了一整盒糖。算了算了，美女负责貌美如花就好了。走了啊。秦月超就算想当小三，也还轮不到他。来，看新闻没？我表姐一出手就是头版头条，这下可好了，那对狗男女可算是吃点苦头了。太好了，看来昨晚没有白去。你离婚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，我有朋友是律师，保证让傅景琛那小子赔得连裤衩都不剩。好，到时候我一定告诉你。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先去给老板泡一杯他喜欢喝的咖啡。哎，茶水间的糖不知道被哪个食堂怪放完了，也不怕得糖尿病。下面柜子有糖放完了。我竟然放了一整盒糖，怪不得这么生气呢。商总，您的咖啡，这次我问了江助理，只加1颗糖。秦少呢？你看上他了？没有，怎么可能啊？他都快成我姐夫了，我能对他有什么心思啊？最好没有，他已经有未婚妻了，而且他很爱他的未婚妻。啊？秦月超不是很讨厌温琪吗？难道我之前情报有误？明天晚上有个饭局，你陪我一起去。这种事之前不都是江助理陪你一起去吗？他有其他事情要忙，而且明天是和温家绑定的供应商谈合作，温琪也在，你不感兴趣？温琪也去？商总，你是不是打探过我的家庭情况？作为你的老板，我有义务了解你的家庭情况，有问题吗？没有，那我先下去准备一下。温家长千金，深夜与男子酒吧热吻，未婚夫秦家少爷情何以堪？出轨自己妻子的姐姐，这就是她老公，
男人不自爱，就像烂白菜，管不住下半身的男人，不如趁早换了。这么晚没睡，找我有事啊？他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？以前我2天不回来，他早就跑过来问东问西了。今天好像压根不在乎。没事。哦，那我就先回楼上了。网上爆料我和温琪的新闻，不会是他发的吧？待会儿吃饭的时候探探他口风，再解释一下酒吧的事。他怎么还不出来做饭？平时他不是态度很积极吗？有事？你不做饭吗？我点外卖了。外卖？你知道的，我从来不吃外卖。我知道，所以没点你的。你的意思是让我自己解决？答对了，但是没奖励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升职了，现在是总裁助理，以后怕是没有时间给你做晚饭了。哦，衣服也要自己洗了。你要罢工？你这人说话真有意思，我是你老婆，又不是你保姆。可这些是你分内的事，是你的职责。谁规定的？结婚证上只写了我是你的妻子，又没写我是你的佣人。可你以前做这些不是很开心吗？现在说不干就不干了。因为我没有这个义务。既然我们2个已经分房了，那以后家务也各管各的吧。我现在升职了，所以没有时间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反正你也没吃过我做的几顿饭，你都是在外面偷吃。哎，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商总，我来晚了。没有，你的衣服啊，路程太远了，我穿礼服不是很方便，所以就想着就进来换一下。走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商总，我没想到这里没有更衣室，能不能拜托你在这个休息室的门口帮我守一下？行，我在外面。谢谢商总，大恩大德，感激不尽。口音怎么这么差？怎么了？商总，我拉链卡住了，现在拉不上去，拉不下来，能不能进来帮我一下？好。商总，马上就好了。要命！他那
能不能离我远点？明知道我患有癔症，他靠这么近，我怎么吃得消啊？文竹，怎么都站不稳了？不是明知故问吗？商总，你能不能离我远一点？不靠这么近，该怎么帮你拉拉铃？商总，饭点时间就要到了，再这样下去，癔症都要发作了。不是，可别怪我。商总，那我先过去了，顺便盘好头发。把他调来身边当助理，本就是为了证明他对我没有那么大的影响。现在看来，折磨的倒是我自己。听说来吧，商总好久不见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商总，这说的什么话？是我们早到了，您来的时间啊，刚刚好。迟到1小时，倒成他们早到了，这大概就是金钱的力量吧。商总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小林。早听说商总您年轻有为，仰慕的很。小林，还不快给商总敬一杯酒？商总，我敬你一杯。我有洁癖，不喜欢别人碰我。你们连这最基本的忌讳都没有了解的话，那这个局我也可以不来。什么情况？不唱了吗？商总，是我们疏忽了，我自罚3杯酒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还不快给商总道歉！商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不懂事。他有洁癖，那他之前……怎么都站不稳了？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商总，那合同的事儿……他不是有洁癖吗？怎么还给我拉拉链？再这样下去的话，迟早被他撩出病来。不对，我本来就有病。傅锦城，你最近能不能别来烦我？上次咱俩在酒吧差点被曝光，秦家都要跟我退婚了。什么？退婚就退婚？傅锦城，你是不是脑子有泡？你知不知道我妈花了多大的功夫，才让我跟秦家少爷连上姻的？我能娶你，只要你愿意，我立即就和温远离婚，自己向温家提亲。就你，私生子就是私生子，连做梦都这么上不了台面。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今天还要去抢回温家的供应商，挂了。等等，那你明天还说要喝酒吗？还喝？你想让我死是吗？你爱喝自己喝去，明天我要跟我妈去巴黎购物，没工夫搭理你。傅景成这渣男果然是把我当成接近温琪的工具，不过温琪可看不上你这死舔狗。哼，具体方向就是这样的。商总，刚才光顾着聊合同的事儿，冷落了您身边这位美女，是我们招待不周。商总，您和您的女伴儿给我们合唱一首吧。是，合唱一首，唱一个。要我跟商总合唱？
他们难道没发现我只是他的下属，不是什么女伴吗？大家就别为难商总了，要不我给大家唱几句吧。好，好。故事里的歌，旋律不停飘落，四周涌起着一层层巧合，透过一个吻，感受你来过。赤着脚趟过春天的河，就像是趟过从前的我。原来每一个梦都是一首歌。裸露着的，舞动着的，被占有的，被忽略的，都在此刻还给生活。这歌词简直就是照着我写的，我居然为了一个渣男浪费了这么多年的青春。果然，男人就该扔进坟墓里埋掉，才能找回自己。她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想到了谁？是她老公，还是自己？就在一瞬间，她的身上好像突然涌出了一种别样的生命力。商总，您要唱吗？不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我们先走了。什么情况？商总怎么走了？商总，现在去哪儿？先送他回家，你住哪儿？四季花园。好的。她还在想她老公吗？一个出轨的男人，到底有哪里好？到了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今天谢谢你。内裤什么时候还我？商总，还好，他应该没有听到。怎么不想还了？想占为己有？不是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明天我带着这件礼服去干洗，连同那条裤子一并还您。礼服送你了，但我的内裤必须要手洗。真亏他说得出来，那可是内裤啊，还要我手洗。怎么，有问题？好，没问题。就这么着急回家见那个男人？我都以为他忘了呢，没想到他还记得，竟然还叫我手洗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喂，冉冉，今天下班怎么不见你人啊？我被商总叫去参加了个酒局。你是说只有那种大老板才能参加的商务晚宴？不是，就是陪客户喝了2口酒。你老实交代，商总是不是看上你了？怎么可能？你别乱猜。怎么不可能？你也不想想，江浩跟了他多少年？这不是江浩陪的，怎么这次偏偏带你这个新人去啊？
这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不可能啊，他知道我呢已经结婚了。听我一句劝，傅景城那个渣男根本没把你当人看。商总帅气又多金，比那个傅景城强10000倍，你还是趁早跟傅景城离婚，把商总拿下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会离婚的，而且我跟商总也没有可能。马上就要到周末了，我还要回老宅应付我妈。先把这东西处理掉吧。傅景城，他向来严于律己，看来今晚跟温琪那通电话对他打击不小。哎，没事吧？别死在我家了。为了姐姐竟能把自己搞成这副模样，真不知道该说你有情还是无情好了。别走！你撒什么酒疯啊？别走！你说清楚，为什么不理我？你把我认成温琪了？把什么话说清楚啊？琪琪，琪琪，琪琪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不理我？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为什么要这个七月窗？为什么？你睁开眼睛看清楚我是谁！琪琪，琪琪，我只爱你。琪琪，琪琪，你居然打我！琪琪，给你醒醒酒，不用谢。琪琪，你就算打死我，我也还是爱你，别离开我。既然你这么想他，那就抱着他好好亲。琪琪，只要你肯回来，你肯回头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。琪琪，原来他也不是无情无义的，只是看他心里到底住的是谁。既然你这么想当舔狗，那就好好当吧。昨晚，你放心，昨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发生。还好。对了，我怎么在这儿啊？昨天晚上你喝多了，摔倒在地上，我想把你抱回房间，但你不肯，结果抱着一双鞋睡了一宿。昨晚麻烦你了。我要上班，先走了。他怎么这么冷漠？不会是我昨天晚上喝醉，在他面前叫了齐溪的名字吧？温然，温然！傅景城，去死！出门被车撞，半身不遂，挫骨扬灰，拿去施肥。温琪满脸爆痘，被未婚夫抛弃，得了灰指甲，一个传染脸。温助理，你写什么呢？差点写得爽昏了头。没什么，江助理，你找我有事吗？哦，就快开会了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好，你先去，我准备一下。下个季度的营销方案
数据已经发到各位手中，接下来的预算分配，明天就是回老宅的日子了，得想想怎么跟妈提离婚这件事。温然，我在。怎么突然这么热？不会又发作了吧？该死！这男人就不能检点一点吗？一季度利润同比下降10%，主要原因是代言人出现了绯闻。癔症又发了，这眼神又怕把我生吞了。我怎么还觉得有些开心？难道我也得了癔症？商总，这个项目的回报率不理想的原因是……散会。啊？散会。剩余的，接下来再找时间开。温助理，你等一下。商总，请问你还有什么吩咐？要死了，真的好想要，怎么办？快让我走吧！你很缺男人。商总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每次看到我都会发作。难道说你想对我图谋不轨？商总，我没有，我还有急事，我先回办公室了。他的身体好烫。还没回答我呢。我没有。没惦记？那你为什么脸红？商总，能不能离开我？你确定要我放开，而不是我来帮你治？我对他的心思，他全看穿了。商总，对不起，我犯病了，实在是很难控制。商总，永成国际的文总来了。我完了，砸断老板好事，我不会要被灭口吧？出去！我也出去。他的味道每次都会让我心神不宁，办公室、家里，甚至睡觉的时候都会想到他，尤其是他发病的样子。商烈蕊，你清醒一点，那是有妇之夫，那些反应只是病症，并不是对你有意思，而我却对他……刚刚要不是江浩进来的话，那是不是就已经亲上了，甚至做了？你清醒点好不好？又不是小说，谁能跟老板谈恋爱啊？干杯！怎么样？当总助的日子是不是特爽？每天被帅气多金的霸总包围，是不是快乐似神仙？并不，我感觉我是在渡劫。这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岗位，待遇好，薪资高，还能天天见帅哥。你怎么这副表情啊？你还记得我之前身体不舒服去私立医院看医生的事吗？记得呀，怎么了？那个医生说我得的是癔症，需要通过解决生理才能满足需求。啊？还有这种病啊？
可傅景成那个渣男不是一直在为温琪守身如玉吗？对啊，所以这病情一直反反复复。哎呀，多大点事儿，今晚姐来给你安排，给你点最贵的男模，服务包你满意。你别，我告诉你我有洁癖啊。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你至少别出内伤啊。就是之前给我看病的那个医生，那个人他就是商烈瑞。什么？而且这还不是最关键的，最关键的是我一看到他就发作。哎呀，我都尴尬死了。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根本就不想当这个总裁助理了吧？天哪，这简直是小说剧情，说明你们俩千里姻缘一线牵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缘分个鬼啊，这根本就是孽缘好不好？你看看啊，咱们公司那么多人，他怎么偏偏就记住了你？而且只要你一发作，他总能发现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一直在关注你。你别闹了，我现在就想找个地方钻进去。我看商总绝对对你有意思，说不定他就是你的药呢。你在说什么鬼故事啊？某些人还没感觉到自己对老板的状态是不一样的，含羞带怯，真是甜蜜又懵懂的开始啊。喂，明天赶紧回老宅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刚好我也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妈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的刚好，快来帮我看看这只翡翠玉镯怎么样？你姐姐过2天大婚，我珠宝少，也只有这一件能拿得出手了。妈，这不是外婆送给您的吗？您平常自己都不戴，姐姐也不缺，还是自己留着吧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她不缺，难道我们就不送了吗？结婚可是一辈子的大事，要是没有几件像样的陪嫁，会让秦家瞧不起的。可是我也没有什么像样的陪嫁啊，不仅温家没给，就连我的亲生母亲也没准备，让我两手空空嫁进夫家，被人耻笑。哼，你跟琪琪能比吗？她嫁的可是秦家太子爷，是顶级豪门，是上家，将来是要做当家主母的。你嫁的可是私生子，还是我这个小老婆生的，这辈子注定上不了台面。妈，从小到大，爸偏心姐姐，大妈欺负我，可您是我的亲妈呀！为了讨好温琪，您就要把自己的亲生女儿这样踩在脚底下吗？你少拿这种话堵我，这是琪琪应该的。妈，我跟温琪到底谁才是你的女儿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当然是你妈，只是你姐姐是嫡长女，将来是要嫁豪门的，当然要精细呀。再说了，她过得好，不也能帮衬你？从小到大，您区别对待未免也太明显了。温然，你这是在伤我的心吗？你嫁的不如她，过得不如她好，就见不到我对她好吗？我是你妈，做什么事情当然都是为了你好。现在都学会顶嘴了。妈，为我好，这话您说出来的时候，你自己相信吗？今天来我就是要告诉你，我要跟傅景成离婚。我再也不要为了温家，为了温琪再牺牲我自己了。不行，这两家还要合作，你让你爸和你姐怎么处理？关我什么事？你去哪儿？你给我站住！他今天怎么这么反常？难道发现了什么？不可能，当年的事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啊。那个渣男也就算了，
什么连我亲妈也要这样对我？你嫁的不如他，过得不如他好，就见不得我对他好吗？事实就是你嫉妒你姐姐。离婚这件事情，我只能靠我自己。老天爷，连你也要欺负我吗？商烈瑞，勾搭不上我，就要寻死啊！勾搭不上我，就要寻死啊！商总，您怎么在这里？这么晚一个人在路上闲逛，临感冒了，岂不是要算我工伤？别想讹我，快上车！我什么时候竟变得这么爱多管闲事了？怎么了？在等你哭。我才没有要哭呢。怎么，在我面前不方便，打算回家扑在你老公怀里哭是吧？雨太大了，商总，慢点。怎么了？我下去看看。把伞打一下吧。这伞还没有你脸大，自己撑着，赶紧回车上去。那起码也要打一下。你就在车里待着，我一个人打伞就行。没想到第一个在雨里自己淋透也要护着我的人，竟然是他。怎么样，车修好了吗？没修，手机也掉泥坑了，叫不了救援。那用我的手机吧。喂，你好，是救援吗？擦干净换上。这怎么能换呢？赶紧换上，我也换。你要在我面前换？怎么？没看过？我当然看过了，小黄文里看过也算看过吧。好看吗？不知道，反正都很可怕。要不我给你个机会，好好看看。商总，你明知道我有癔症吗？你这是在玩火。跟你开玩笑的，你转过去。
what you see. I know if I'm haunting you, you must be haunting me. 我换好了，你也换什么？他身材这么好吗？这分明是钓鱼执法，诱惑我犯罪。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嫁出？别动！我看你姐的辛苦，我帮你一下，怕你感冒。他怎么能如此淡定地说出这种话？那我还应该谢谢您啊。不用谢，你赶紧换衣服吧。她真的很好看。没想到你看起来纤瘦，实则还挺有料啊。商总，咱们还是聊点别的吧。行，换个话题。你老公出轨了？我知道这件事情很丢人，但也没有必要直接说出来吧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要不离了，跟我。你不是觊觎我已经很久了吗？你Just to pierce 1,000 veils, and so I didn't feel the shame. Lonely souls, they love the pain. 他的唇好软，他亲起来很舒服。不行，不能继续了。都这个时候了才说不要，你在害怕什么？一旦有了那层关系，我和他的领导下属关系就会变质的。现在是危险期，所以你只是害怕怀孕，不是不想。这句话还能这么解读的吗？警察，咱俩干坏事都惊动警察了。这里不让停车，证件出示一下。态度好一点，别再让抓进去了。证件，我们车抛锚了，在等救援，辛苦了。证件没问题，但是你们年轻人别玩得太野了。商总，很晚了，待会儿救援要是来的话，能不能先送我回家？救援还有一会儿才到，你现在是不是不想和我继续待着了？不是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主要就是什么？我不想第一次是在车里。死嘴，我都在说些什么呀？行，听你的，下次我们在床上。求求你忘了我刚刚说的话。差点就真的越界了，但被他吻住的那一刻，我竟然一点都不想推开。要不离了，跟我。温然，你清醒一点好不好？像他这样的男人，身边最不缺的就是女人了。男人能有什么好东西？不行，我得尽快从他身边离开，不然迟早擦枪走火。明天我就要去提吊岗。
商总，什么事？你现在也有江助理了，那我是不是可以调回项目部？江助理是江助理，你是你。你们虽同为助理，但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完全不同。有什么不同的？你和他哪里不同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我……温助理，你脸那么红。可能是有点热。可我这办公室的温度开得挺低的。莫非你在想我？我怎么会，商总？我怎么敢觊觎您呢？做都差点做过了，还说自己不敢。你刚才是不是在想昨晚要做没做完的事？商总，这是在办公室。他什么意思？想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好，你出去吧。商总，那回项目部的事情……不想干，可以按照流程申请辞职，等人事部招到人之后，交接完工作才可以走。可人事部的人说……没事了。如果温冉再申请离职，那继续给我压下来。是，商总。江助理，我觉得温助理最近的工作还不是很饱和，从明日起，把项目部上半年的项目复盘报告交给他。收到，商总。撩拨了我就想跑，门儿都没有。报复，绝对是报复！拒绝他一次，就要用加班来补偿吗？温助理，在这里开小差？您怎么还没走啊？现在是上班时间，不是开小差时间。商总，现在早就到了下班时间了，我在为公司无偿的加班，休息一下不过分吧？之前没想到你还挺会说的嘛。很晚了，我要下班了。温助理是在提醒我，不该让你加班。没错，我已经提交了2次离职了，你每次都不通过，这分明就是在故意刁难我。反正这个工作我也不想干了，干脆你辞退我算了。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。刚才不是挺会说的吗？怎么不说了？怕了？谁怕了？温冉，哪里不舒服？疼，肚子疼。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不用。为什么？没有什么为什么，就是不去医院。不去医院也行，我亲自帮你检查。真不用，差点忘了他也是医生。
你不给看，疼成这样能受得了吗？哦，我不用，我只是亲起来了，又不是什么大病，就还不如天天加班累的。生理期？对，现在我可以下来了吗？我想请假，先回去了。温然，啊？你衣服脏了。穿这个回去吧。谢谢。最近怎么这么晚？加班，我没必要事事都向你报备吧？你身上西装哪来的？还是男款？这件啊，同事借我的。男同事？需不需要我告诉你，你已经结婚了，懂不懂什么叫边界？傅景成，你自己又什么时候注意过边界了？你什么意思？结婚1年多，你3天2头的也不归宿，还好意思质问我？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？要不我们离婚，这样你也好跟你的心上人在一起了。温然，你知道的，咱们两家的联姻不是我们说的算的。胆小鬼！你喂，好，等我，我马上到。我有事出去一下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到底谁没有边界感？好疼！要迟到了。你批了几天假，好好休息，记得还我西装，还有那条内裤，慢点。差点都忘了这事了。西装拿去干洗，那条内裤还是赶紧手洗完还给他吧。这种贴身的东西，傅景成从来不让我碰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给男人洗内裤。明天温琪大婚，好好准备一下。我准备什么？我连伴娘都不是，温家都没有邀请我。礼金不能少，这是我那份，帮我跟你妈明天一起交上去。秦家是豪门，陪嫁少了会被看不起的。还真是会替我姐姐操心。明天我们搬去温宅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。反正他的心都在温琪身上，我也懒得遮遮掩掩。那天一定要到，别忘。知道了。完了，用力过猛被我洗破了，这怎么办？只能再给他重新买一个了。
喂，商总，我想问一下，你那个内裤是在哪儿买的？不想还了，还是说你要拿去收藏？不是收藏，是我不小心洗破了，想重新买条新的陪您。洗破了？贴身衣物还能洗破？看来你对它很用力啊。我真的是不小心的。既然要买新的，记住了，我是 XL 码，要纯棉的。好。这次可别搞错了，买错了尺码勒得难受，影响的是我工作状态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不会买错的。挂了。等等，你今天身体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那明天能来上班了吗？不行，明天我要去参加我姐姐的婚礼。知道了。他连尺码都特意告诉我，他肯定是故意的。明天你的婚礼几点开始？给我一张请柬，我也去。我操！你要来砸场子？这个问题把我恶心坏了。你要是能来抢婚，我就双手双脚赞成。不过你不是最讨厌这种场合吗？滚！我有正事要办。喂，明天她老公傅景成应该在现场，正好去会一会他。你看看，是啊是啊，是啊，多喜两个人总算是有缘分的走到一起了。沈太太真是好福气啊！女儿嫁进秦家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！哎呀，哪里，是两个孩子呀，有缘分。还有琪琪这气质，这模样啊，天生就是当豪门少奶奶的命。您过奖了，我只求能做好岳超的妻子，孝顺公婆，不让长辈们操心。看看多懂事啊，不像有的人嫁了个跟没嫁一样。哎呦，哎呀，是啊，有福气啊，郎才女貌啊。看着白月光嫁人都这么深情，这估计你也是第一个了。他身边那个就是傅景成，眼光真长。他怎么也来了？这么盯着我看，万一被人发现怎么办？那位是商家太子爷，听说他是岳超的好朋友，难道被我的美貌给吸引了？来喝。哎，你看新娘那身婚服真好看。亲家母，吉时快到了，岳超怎么还没出来啊？岳超他在换衣服。哦，理解，年轻人嘛，总归要打扮的帅一点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少爷他不见了，房间没人，电话关机，这不见了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什么？我老公不见了？秦少不见了，不会是逃婚了吧？看这事闹的，他们家这回脸都丢尽了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我们先看一下，就是啊！这又发生了什么呀？实在抱歉，岳超那边临时有点急事，电话也打不通。什么叫有急事？今天是我们大婚的日子，他敢在这个时候消失？哎呦，没事。哎呀，大少爷怎么还不来？这不是让琪琪难堪吗？切！妈，您别急，既然秦家长辈都在，应该不会出事吧？你懂什么？这婚要是结不成，琪琪下半辈子可怎么办？不行，我过去安慰安慰她。哎呦，这琪琪啊，别着急。是啊，这大喜日子。没事啊。文琪结婚就是大事，可1年前我结婚，连个婚礼都没有办，怎么没见您这么着急？这里的热闹
没有一分是属于我的。闪闪，你在这儿啊？哥，你不是应该在里面吗？别管我了，我看邵林睿一直盯着你，你们认识啊？那是我老板啊，怎么了？你赶紧把他引荐上，让他给红星社签个合作，不然我就被打死了。红星社？那不是黑道吗？你怎么惹上他们了？我借他们3000万周转，利滚到3个亿了。但只要你让邵林睿点个头，这个项目就一笔勾销啊！温兆良，你疯了！况且我只是一个小职员，我帮不了你那么多，你赶紧跟妈坦白吧，好不好？妈要是知道，非打断我的腿不可。红星社社长梁天龙点名，说只要认识你一下，我就能缓几天。走，我不走。走，大佬而已，没关系，认识一下。你放开我！大哥，这是我妹妹温然。哟，这是温儿小姐，比照片上好看多喽。梁先生，找我有什么事？老子看上你了，你今晚陪老子睡一觉，你哥那3亿可延缓3个月了。你跟我不是这么说的呀！滚一边去！3个亿，让你妹妹陪我睡一晚，这生意你做也得做，不做也得做。放开我哥！梁天龙，你敢动我妹妹一下，我绝对跟你拼命！滚开！挺狠呀你，来吧！臭婊子，竟就不知之法脚，老子今天不办了你！放开他！再打我，老子不弄死！上头，梁社长，看你最近是嫌太安稳了吧？误会，一切都是误会啊！上头，我今天来是来参加婚礼的，这要不我滚，我现在就滚！伤到哪了？我没事。跟我走。等等，我哥。他们真的认识？我那3个亿又着落了。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？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，还和梁天龙这种人拉拉扯扯？这怎么说？是我被亲哥要求找他帮着还黑道的债，我就是碰巧。谢谢你啊。你老公呢？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的妻子抛在一旁不管不顾，他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。这就不劳烦商总费心了，我自己打车。你确定这副样子你可以一个人打车回去？流氓！现在才知道遮挡是不是太晚了？该看的不该看的都看完了。
我怎么了？应该是刚才不小心被地上的玻璃渣划的，伤的有点深。啊！伤口有点深，去医院还是回休息室，我帮你处理，你自己选。去房间孤男寡女，我去医院。你慢点，我自己能顶着走的。再动的话，伤口裂得更厉害了。沙烈瑞确实是360度无死角，巨帅啊！医生，麻烦给他检查一下。伤口太深，得缝3针，再来1针破伤风。3针，我不治了。别闹，医生，麻烦你给他缝针吧。我不缝针，医生有没有只吃药不缝针的办法呀？我怕疼。小姑娘，不缝针伤口好不了，很容易感染。别怕，男朋友在这陪着你呢，有他在不疼。医生，他不是我男朋友。行了，别不好意思了。现在小年轻啊，都爱口是心非。男朋友这么帅又这么体贴，你就偷着乐吧。好了，赶紧坐好，我要打麻药了。听话，缝完针，我带你吃好吃的。真的好长，好吓人啊！别怕，有我在。这么多年，我受了无数委屈，没有人会这样护着我，好像只有商烈瑞会在我最狼狈的时候出现，跟我说别怕。医生说没什么大碍，留院观察1天。药费我已经交了，不用担心。谢谢商总。已经这么晚了，您就先回去休息吧。真不好意思啊，耽误您这么久。怎么，利用完我就想把我甩了？没有，我是不想占用您太多的私人时间。那我要是就乐意呢？来，张嘴。啊？我就乐意留下来，守着你。不太方便吧，毕竟我是已婚身份。又拿已婚当挡箭牌，他就这么怕我越界，还是怕对不起傅景成那个渣男？手机拿来。什么？我打电话给你老公，让他过来照顾你，他一到我就走。现在？这么晚了，他肯定已经休息了。自己的老婆受伤住院了，他还能睡得着？这只能说明他根本不在乎。不是，是他工作太忙了。您先回去休息吧，明天我就给他打电话。既然他没空，那我就勉为其难替他守着。商总，真不用。要是觉得不好意思，那就让他早点来替我。温然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今天可是你姐姐大婚，你怎么敢提前离场？妈，我受伤了，所以先不去了。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？有没有你姐姐？我不是……阿姨，但凡你真把温然当成自己女儿，
你就不应该说这些话。你是谁？我跟我女儿在讲话，轮到你在这指手画脚的？我来说。喂，盛总，你现在是不是跟我妹妹在床上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别乱说。没有。哎呀，尚总，咱都是一家人了，有什么好瞒的呀？我亲眼看见你把我妹抱走了，没想到我这妹妹居然真能吊住我们尚总。这傻子，他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呀？尚总，既然都是一家人了，有个小忙，能不能帮一下？那他必须得帮。就是。商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哥他乱说的。原来你想吊我？没有，商总，他胡说的。我很好吊的。这样就把我吊到手了，满意吗？商总，我没想吊您，我也没有那个胆子吊您。你哥的事我都听说了，如果有困难我能帮的，我一定会帮。商总，我哥那是在说疯话，我对您只有下属对上司的敬意，您先回去休息吧。还在跟我划清界限，我真是拿热脸贴冷屁股。我去帮你倒杯水。他生气了？难不成他希望我求他帮忙？宁愿自己扛，也不愿意欠我人情。我商烈瑞什么时候这么讨人嫌了？商总，你怎么下床了？脚踝都肿成这样还乱跑？商总，我知道你是想帮我，但我哥欠他3个亿是他咎由自取。如果你这次帮了他，那他下次还会再犯的。你是因为这些才不让我帮你？而且我也不想让你以为我是那种只会给人添麻烦的下属。现在我解释清楚了，你的心情能好一点吗？还行。怎么了？伤到骨头了？我好像刚才不小心扯到了。你的声音永远温柔，确定你会等我勇敢一点，向着你走。还好我没有2次受伤。可是我想洗澡怎么办？这几天还不能碰水。躺好，我帮你擦擦。你帮我擦？或者你就这样睡。那麻烦你了。If you wanna feel loved, come out with me. I just want the company, and you do that perfectly.
Unfold your creases once from your brow to in such a way that makes you unwind and undo. And if your life stays in each one, and I'm thinking this is this is happiness. Oh, please to have 好了，赶紧睡吧。居然什么也没发生。你在想什么？还是你想发生些什么？没有，你想多了。我睡觉了。这个男人是蛔虫吧？我想什么他都知道。我就在房间，有事叫我。其实他对我好像一直都很好，注意我的状态，帮我解决麻烦。每次我一发病的时候，虽然嘴上不饶人，但都守在我身边。甚至他生气了，也会认真照顾我。我哄一哄他，会低头。上脸瑞真是一个很好的人。偷看这么久，还觉得我发现不了，笨！看来我离当上正牌小三的日子不远了。我去交费，江浩先照顾你。好，麻烦你啦。哎，不麻烦不麻烦，商总的吩咐我哪敢怠慢啊。警察，没事没事啊，我胃好疼啊！傅景城，你现在连装都懒得装了吗？温助理，你认识那两个人啊？我老公跟我姐。啊，你结婚了呀？是啊，我老公还想出轨我姐，可惜没胆子跟我离婚。好复杂的关系，好刺激的豪门秘辛，这瓜简直比过滤直播间还炸裂，比回家的诱惑还要吸引人呢。费用交完了，我送你回家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回去吧。你腿脚不方便，我不放心。走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商总这么细心照顾人，可是温助理有老公了。等等，难道商总要知三当三？哇，今天的我就是瓜田里的茶呀！秘书这职位果然有说法。哎，商总，你们等等我。家我已经帮你清好了，你的伤口刚缝完针，记住不能洗澡沾水。你已经跟我说了300遍了，其他老板也像你这么啰嗦吗？还有，你最近不能吃海鲜、辛辣的食物，记得要忌口。谨遵老板医嘱，不沾水，勤忌口。不错，值得奖励小红花。喝点水都这么难。喂，妈。温然，你姐胃疼住院了，你明天请半天假，跟我去医院看看。我去不了。你姐重要还是工作重要？你怎么那么冷血？你姐都疼得已经下不了床了，居然还找借口不愿意去看她。妈，我的脚现在也受伤了，我现在连门都出不了。
你就那一点小伤，你就要死要活的？你姐那可是胃穿孔，连景城都来医院照顾她好几天了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既然你不想来，你就在家待着。张嘴闭嘴都是温琪，连问我为什么受伤都不关心我。不过这也提醒我了，我还有件更重要的事情要解决。喂，丽丽，我记得你之前说过认识一个专门打离婚案的律师，方便一起聊聊吗？太棒了，早就该离了。那你等我啊，我们一起吃饭详聊。好啊，就在我们经常去的那家私房菜。你脚伤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我上次让你表姐跟踪傅景城的事情调查怎么样了？我正要跟你说呢，拍了好多他俩一起吃饭、逛街，甚至进酒店的照片，还有傅景城给温琪的转账、买奢侈品的记录，证据链足够完整。那这些证据啊，足够傅景城净身出户，而且只要一曝光，他和温琪一定会身败名裂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次我一定要逼傅景城自愿跟我离婚。放心，我都明白。所以你和老板的关系怎么样啊？挺好的呀，就是正常的上司跟下属的关系啊。是吗？我怎么听说你这次受伤还是老板亲自照顾呀？没有啊，只是碰巧撞到而已。是谁传的呀？你可千万别信啊！算了，不逗你了。看冉冉这个样子，等他离完婚，我磕的 CP 说不定马上就要成真了。温琪那个疯女人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这婚我非离不可。刚结婚不久就要离婚，你这豪门联姻也太儿戏了吧？别说了，都是泪。哎，阿瑞，我看你最近红光满面的，家里没再逼你去相亲？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有喜欢的人。什么？什么？你小子铁树开花了？谁呀？谁呀？这么神秘，我猜不会是你的小助理吧？不关你的事。不对，我要是猜错了，你不可能这个反应。我去，你喜欢的人不会真是温冉吧？人家可是有老公的，要当小三儿。话说人家愿意跟你在一起吗？他拒绝我。兄弟，节哀，没想到你连当小三的资格都没有。不会说话就闭嘴。你确定要我闭嘴？别忘了，我可是……你真有办法？既然你诚心发问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说重点。兄弟，你的人生大事就交给我。首先，第一步，你得学会当绿茶卖惨。卖惨？对，现在的女人都喜欢美强惨，只有完美强者的示弱，这才最要命。这种反差一撩一个准。这破软件打车还要20分钟，这都几点了？哎，这不是温冉吗？大晚上2个大美女打车也不安全。阿瑞，
顺路捎一段。去接他们。温然，真巧，阿瑞也在。上车，顺路送你们。这多不方便啊！秦少，我们怎么好意思麻烦你们呢？我跟冉冉还是打车就行。我正好回家，顺路送他。你叫黎黎对吧？阿瑞说过你表姐不是在找独家新闻吗？正好我手里有个惊天大瓜，再不去可就被别人抢走了啊！现在可是冉冉，真的吗？太好了，秦少，我们快走吧。天哪，霸总送小助理回家，好甜呢！这 CP 我先磕为敬。张总，麻烦你啦，走啦。怎么了？我脸上有东西吗？没有。我就是好奇，你和秦少怎么会来这种小馆子吃饭啊？不然呢？那你觉得应该去哪？像你们这样的有钱人，难道不都是坐在那种金碧辉煌的包间里，吃着价值8888的鸭皮，喝着至少100块一罐的可乐吗？我们是有钱，但不是冤大头，而且我们吃的东西和你们没什么区别。是吗？那你说几个路边摊的小吃我听听。烤冷面、煎饼果子、关东煮、热干面、淀粉肠，这些我都挺爱吃的。原来你真的吃过啊，看来大家吃的路边摊都是一样的。商总，你肯定没有胃病。跟胃病有什么关系？小说里的霸总都是这样写的，霸道总裁往往都有陈年胃病，心里呢还住着一个白月光，身边还有个觊觎他的恶毒助理。觊觎我的助理应该倒是有一个，但恶不恶毒我就不知道了。你就当我是在胡说八道吧。我说完了，说说你吧，我也想多了解一下你。我呢，我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你也知道，我就是温家的私生女，在温家所有的宠爱光环都是我姐姐温琪的，就连傅景成都对她偏爱有加。可唯一让我想不明白的就是，连我的亲妈都对我不好，在她的眼里就只有温琪。温然，有时候有些人的偏爱是没有道理的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或许吧。那你呢？听说你之前一直在国外留学，像你们这样的顶级富二代，是不是都是像电影里的那样，派对、游艇、香槟？我是家族继承人，从小承载的希望太重，身边所有人都在时刻盯着我，哪怕我想吃个热干面，都要躲开司机去巷子里面蹲着吃。有时候我反而羡慕你，敢爱敢恨，喜怒哀乐都在脸上，活得很自在。你就别逗了，你们怎么可能会羡慕我们这种平民老百姓呢？像我这样的人，就算放在狼人杀里，都是夜晚不能睁眼的村民。
不过，原来你也有过这么辛苦的时候啊！我还以为，商总，我挺佩服你的。Can you come over? I don't wanna play our song alone. Yeah, you should come over. 看来秦月超那个不靠谱的秘籍，偶尔还是有点用的。尚总到了。Searching for the only thing. 喂，你去哪儿了？爸刚才还提醒你，马上跟我去老宅。他睡着了，恐怕不会过去。你是谁？我老婆手机怎么会在你手里？我是他老板，他在我车上睡着了，看样子睡得很香。什么？你们？他跟我提离婚，原来就是为了这个男人。魏然，就算我不爱你，我也绝不允许你跟别的男人不清不楚。少爷，夫人心梗又犯了，你赶紧回来一趟吧，夫人不让叫救护车，非要等您回来。我马上回来。你在这里守着，等他醒了送他上楼，不允许有任何差池。是，尚总。好，妈，你不是说你犯心梗了吗？哎呦，刚才我确实是很不舒服，但是妈看到你啊，就感觉好多了。来，你过来看看这个照片，这是你傅伯伯家的女儿丹晴，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，你俩约个时间见见啊。为了让我和傅小姐相亲，你装病骗我？这怎么能是骗呢？因为妈刚才确实胸口闷难受。再说我要不这么说，那你能回来吗？人家丹晴这个姑娘各方面的条件跟你都很般配的。我不喜欢她。我给你介绍的条件那么多的世家千金啊，你一个都没看上，那你到底喜欢啥样的呀？我第一个想到的居然是她。你看看，你自己也不知道了吧？你就是挑花眼了，我跟你说，你看人家秦家那小子，人家都已经结婚了。妈，气死我了！好了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，你先回房间休息，我来说。好好说说这个榆木疙瘩。你别急，慢点儿。哎，我说，你自己的终身大事，你能不能上点心？别老连累妈为你操心。姐，你自己的终身大事都没解决，还好意思说我？说真的，你是不是不喜欢女的？要是真的，你就早点跟妈谈嘛，也好让她死心，省得我都以为你要去出家当和尚。以前或许是清心寡欲，但自从遇见温然，我的欲望好像一瞬间全被唤醒了。原来我不是不喜欢女人，而是之前一直没有遇到想要的那个人。姐，你多虑了，今晚我要加班，不回来了。一回家就聊相亲的事，看来最近只能住公司了。他回家了吗？我已经把他安全送上楼了。温小姐让我跟你说谢谢。这里没有坐过别人，那这耳环一定是他的，算他有良心。走吧，去公司。是。
怎么会在他车上昏睡这么久？温然，你是8辈子没睡过觉吗？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流口水。你还知道回来？坐哪个野男人的车回来的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温然，我是你老公，背着我跟别的男人在外面乱搞，对得起我吗？傅景城，这话你说得出口吗？你跟我在一起这1年时间里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。每天晚上拿着我姐姐的照片，在做那些龌龊的事情，真是恶心。你在胡说啥？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到底谁不干净？你调查我？还有这些证据，跟温琪开房20条，给他转账30万，他跟别人约炮，你还要出去开房，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。麻雀说牛屁股确实牛逼，肚脐眼放屁怎么想的？骗男！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想怎样？离婚，你净身出户。温然，你知道的，我们2家的关系不可分割。那是你的事情，人跟狗之间物种相冲，我跟你之间生殖隔离，出轨证据确凿。明天上午9点，民政局见。你要是不来的话，我就去法院起诉你，顺便把所有的证据都给你们傅家的长辈看一看。你竟然骂我是狗！行，我同意离婚。对了，忘了提醒你了，这里是我家，给你5分钟时间，带上你所有的东西，滚！终于结束了，是时候开始新的生活了。离了婚，你有什么得意的？你现在不过就是个没人要的二婚女。与其担心我，不如想想你自己，名声都臭了，以后在这个圈子里，谁还会嫁给你啊？哦，不对，你还有温琪，那就祝你们这对贱男渣女作死。你要是后悔了，别来找我。哼。巧啊，温然，你今天也离婚啊？唉，看起来咱俩还真算是良辰吉日啊。是啊，从今天开始恢复单身了。恭喜你，离开了错的人，简直和重生了一样。我现在感觉空气都是甜的。温琪也离婚了，这么说，倒是无意中成全了傅景城和温琪了。行吧，祝他们一胎99子。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拜拜。喂，阿瑞，有个天大的好消息，想不想知道？说。我今天在民政局门口碰见温冉了，他手里拿着离婚证，应该是和傅景城离了。他离婚了？对呀，你快别磨叽了，你赶紧趁机上位啊！阿瑞啊，兄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有事？商总，我昨晚好像落在你车上一只耳环，就是一个蓝宝石的，一个月牙形状的，你有看见吗？没看见。这样啊，那能不能让我上你车里找一下？这个耳环对我很重要。有多重要？难道是前夫哥给他买的？啊？就是我拿到我第1份工资的时候给自己买的礼物。怎么了吗？没什么，确实意义挺重。昨晚落在我车上了。听说你离婚了？你怎么知道啊？秦少跟你说的吧？恭喜你啊，恢复单身自由。行了，没什么事，你先出去。是，商总。他离婚了，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做小三了。不是，
我为什么要做小三？微然，你这个贱人，居然敢勾引你姐夫！你发什么疯啊？还装无辜？这是你和秦月超在民政局门口勾勾搭搭的照片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跟秦月超只是碰巧在民政局门口碰到，聊了几句话而已。自己管不住男人，别什么脏水都往我身上泼。再说都已经离婚了，你还管得了前任跟谁说话不成？小贱人，你不就是嫉妒我嫁得比你好吗？你一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女，自己管不住老公，却来勾引我的男人！你竟然敢打我！这一巴掌是教会你怎么做人，别像个疯狗一样，逮谁咬谁。微然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姐姐刚才说我勾引姐夫，就上来扇我耳光。那姐姐你自己呢？明知道我跟傅景成已经结婚了，还成天缠着他，这一巴掌我早就该还你。你少胡说八道！今天我就撕烂你的嘴！你还敢打我？打你就打你了，你以为自己是谁啊？顶着一张玻尿酸都拯救不了的发面馒头脸，以为自己穿上了高定就是个公主了，成天脖子都快痒断了，装什么天鹅？结果呢，老公还不是新婚夜就马上失踪不见了。够了！你是商总？商先生，这是我们温家的家事，你还是不要多管闲事。温冉现在是我的助理，她的家事就是我的事。商明瑞竟然对那个贱人这么无辜，但他的面子我不能不给。既然商总都这样说了，那我就不跟他一般计较。温冉，你等着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没事吧？没事，以温琪的性格，今晚肯定会去爸那里告状，到时候少不了一顿责罚。没想到你骂起人来还挺带感。对付听不懂人话的畜生，讲道理是没用的。刚刚谢谢你解围。光说谢谢，温助理的诚意就只值这2个字。那商总说吧，怎么谢？那就请我吃顿饭吧。只是吃顿饭？好啊。那去哪儿？去你家。我家？你先坐，我去倒杯水。没有情侣杯，柜鞋里没有男士拖鞋，婚纱照的位置也空了，看来傅景成的痕迹全都没了。总算把他挤出局了，接下来该轮到我上位了。看什么呢？看你上一任的痕迹清理干净了没有？放心，都清理干净了，而且连灰都扬了。现在这里是我的地盘。商总想吃点什么呀？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来一份惠灵顿牛排，加法式鹅肝，再配点松露烩饭吧。商烈瑞，你真当我这是米其林3星大厨了？不会。本姑娘只有3样拿手好菜：西红柿炒鸡蛋、番茄炒鸡蛋、洋柿子炒鸡蛋。你选哪个？这些难道不是同一个菜吗？这是烹饪艺术上的细微差别。哦，你就说你吃不吃吧。吃。不指望你了，这辈子我还没吃过这么差的，还是我来做吧。你真会吗？你别给我搞什么九转大肠黑暗料理，我可不吃。没想到你刀工这么好啊！在国外的时候，我吃不惯西餐，
所以只能自己做，久而久之就熟练了。想不到你一个堂堂身价1000亿的总裁，还有这一手。好强的人妇感啊！这该死的魅力，有点上头了。现在知道我的好了，还不赶紧去给我打蛋液？他认真的样子，还真有点迷人呢。尝尝看，我做的味道怎么样？好好吃啊！真的好好吃啊！喜欢就多吃点。邵连瑞，我发现你的厨艺真的很厉害。像你这种多才多艺、上得了厅堂、下得了厨房的男人，哪个女生跟你结婚都会很幸福吧？既然如此，不如你考虑一下。考虑什么？刚才你不是说谁嫁给我都很幸福吗？不如你考虑一下，嫁给我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你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吗？我从来不拿这种事情开玩笑。他这是在向我求婚吗？我想和你以结婚为目的交往。你知道我是二婚吧？知道。那我是二婚，你是头婚，我们的身份又差那么多，那又如何？你不介意吗？那你介意我头婚吗？不介意啊。既然你不介意我也不介意你二婚，问题不就解决了？还能这么解释的吗？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跟你结婚，若你觉得口头承诺不可信，我们明天就可以去领证。明天？这也太快了吧！刚刚还是上下级的关系，现在一跃飞升成夫妻了。只要你愿意，一点都不算快。你是不是发烧了？怎么净说胡话呢？你再多摸一下，看我是不是发烧了。摸出来了吗？烫吗？天哪，我摸到了什么呀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那再摸一下。还摸？我很喜欢你摸我。不用了，真不用了，我不摸。没关系，我又不介意。你不介意，我介意，我不摸。温然，你都已经离婚了，为什么还要一直拒绝我？因为从一个火坑马上跳到另一个火坑的人是傻叉。你，老板，谈感情多伤钱啊，不如你可以给我涨点工资啊。我看你是掉钱眼里了。喂，冉冉，公司明天的庆功宴，你准备礼服了吗？庆功宴？你没看群通知啊？最近公司营业额飙升，高层点名要庆祝。好啊。
是啊，最近没是有挺长时间没见了，是吧？好不容易有个机会。是。哎呀，我带老板做的很成功。你看今天晚上来的那些女人，恨不得趁这次机会调到一个高层才好。咱们俩打扮的太素了，很容易被那些妖精比下去的。朴素点好啊。哎，你知道咱们公司有个传闻已久的传说吗？如果在庆功宴上两个人同跳一支舞，往往会步入婚姻的殿堂。这么玄乎吗？当然，尤其是商总，以前这种场合他都不屑参加，这次竟然突然要来。你看，全公司的单身女性都想成为那个传说的主角呢。那祝他们好运啦。哎，商总来了。商总来了。来，商总，商总来了。商总来了，商总来了。他来了。走，终于来了。商总好啊，好久商总也好帅啊，帅又多金，怎么什么又来了？哎，快点！冉冉，快看，商总在看你啊！你是商总，见识了，果真是一表人才啊！年轻有为。天哪，他真的走过来了！你看他的眼神，简直要把你给吃了。他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我面前吗？这也太高调了吧！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不喜欢热闹？没有，我就是对这样的场合有点不太适应。不习惯，怎么不来找我？找你？我对这种场合还算了解，可以带你适应。公司的庆功宴上有个传说，说是两个人能一起跳一支舞，往往能走入婚姻。今晚的这支舞，我不希望我的舞伴是别人。天哪，商总这眼神简直要拉丝了，这可是绝佳机会，快答应啊！商总，这些都是大家茶余饭后的闲谈罢了，我向来不信这样的玄学。不信？那就更要和我一起跳了。不如我们向大家验证一下，这个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当众邀请我跳舞，这和在宿舍楼下摆爱心蜡烛表白有什么区别啊？我可不想成为众矢之的。商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不太舒服，我先去趟洗手间。哎呦，冉冉，他怎么走了？劝拒绝，要我就答应了。吓死我了！哟，温助理，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好久不见啊！黄经理，有事啊？哦，之前是我有眼无珠，多有得罪。哎，这一杯给您赔罪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和我一般计较。黄经理严重了，之前的事情我都已经忘记了，酒我就不喝了吧。温助理，如果你不喝，那就是没原谅我。我也知道您现在是商总面前的红人，以后在商总面前，我还请您帮我美颜几句啊！看到商总刚才找我，这墙头草就闻着味儿来巴结，真恶心。黄经理，这杯酒我喝了，从此以后我们两清，不要再来找我。好好好。怎么回事？好难受，难道癔症又发作了？不行，这个地方不宜久留。哎，温助理，温助理，你喝多了吧？我带你去客房休息。不对，酒有问题。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温大小姐说了，
今晚让你长长记性。哼，走，走！你个疯女人！温冉，帮我！你怎么了？我被下药了，我现在好热，好难受。你赶紧走。我要是走了，你一个人能扛得住吗？那你帮我把我送到医院。还有，你能不能不要靠我这么近？你现在去医院，明天早上的头条新闻就跑不掉了。那要不你帮帮我，让我睡一次。如果睡了之后，我想跟你谈感情。那你就帮我点个鸭子，记得帮我找一个帅的。你还挺会挑啊，宁愿睡鸭子也不愿意跟我谈感情。睡，你别后悔就行。你放心，我给鸭子多少钱，就给你多少钱。你能给我多少？要不开个价，像商总这个级别的鸭子，别人想睡都睡不着。怎么说也是我赚的。你现在有多少钱？不到100万。那我就要100万。这么贵？这世界上最顶级的鸭子也要不了这么多钱，你抢劫啊？别的女人给老板睡都是收钱，怎么到我这里被白睡了不说，还要倒贴100万？嫌贵，那就算了。商总，别呀，别走，价格好商量嘛。如果他此刻是清醒的，还会愿意睡我？既然已经谈妥了，那先付定金。要不先分期付款吧？我很贵的，至少先付10万定金。这男人绝对是趁火打劫。好，成交。先付钱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不能事后再付钱吗？不行，我怕你事后赖账。好了，行了吧？早知道就应该霸王硬上弓了。接到你电话，我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。人怎么样？你晚来了一步，你弟弟都失身了。
这倒是稀奇了，谁能逼得了你诗珊啊？他还在睡觉，你检查的时候小声一点。知道了。他被下药的剂量应该不少，就是你们运动太久了，他身体有点虚。我这一针下去，他不会有危险的。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关心一个人。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哦，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她就是之前来医院看病的女孩吧？那次我就觉得你小子不对劲，没想到你下手这么快，简直是个禽兽啊！他现在是我助理，我帮他是应该的。助理？你会为了助理诗珊？你会这么好心的为了他特地喊我过来，还一直守在床边？你话真多，打完针了还不走？啊，想不到啊，我这相貌堂堂的弟弟竟然还玩起了暗恋。弟弟，别太爱了。你再废话，我就给浩旭哥打电话。你敢？你不准提，更不准提我。哼！嘿，你要是敢提他，我就告诉你这位小助理你暗恋他。哼哼，走了。不是暗恋，是明争暗抢，还没人要。昨晚我被下药了，强行睡了尚念瑞，还给他转了10万块钱，一晚上就要10万，这嫖资也太贵了吧！起来了，商总，您还没走啊？收了钱，总要有售后服务吧？你这服务还挺周到的，就是标价有些虚高。虚高？难道是昨晚服务不满意？我怎么记得有些人……你闭嘴！还是说有些人没多来几次，有些失望？亏大了，钱转了，只吃到了1次，还把自己搭进去了，太丢人现眼了。这个男人绝对是在耍我吧？我没事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这房间是我开的。商总，昨天晚上的事情谢谢你啊，但是有一说一，那10万块钱的服务费也太贵了，服务质量一般，内容差，反正我要退款。退？服务质量一般？我怕你不行。那1分钱1分货，况且我……反正对于消费者而言，这就是一场失败的交易，我要退款。那可是10万块啊！温然，我救了你的命，你就想白嫖？我都失身了，你也想白嫖啊？我要你负责。你是处男啊？那这个价格倒是还可以的，怪不得昨天晚上你这么在乎这笔钱，要不这样，等你把身子养好，我再补上。什么？
怎么不敢啊？昨晚哭着闹着一直要的人是谁啊？商总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主要就是想挽回一下我的经济损失。您这也太贵了，我消费不起。我只是想要回我的钱。行了，不逗你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谁给你下的药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谁给你下的药？我估摸着应该是黄一安吧，他好像是受我大妈的指使。就因为你打了温琪？这不过就是一个导火索罢了。他一直都视我为眼中钉，想把我赶出温家，只不过是借黄一安的手罢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谢谢你啊，要是没有你的话，我就完了。现在才6点，你再睡会儿。有我在，没人会进来。你现在不回家吗？你现在的状态，我不放心。虽然损失了10万块，不过好像也没那么心疼。把黄岩给我抓起来，严查他这次在下药事件中与温家的资金来往和密谋计划，我要确凿证据。明白，盛总。还有个消息，温季里得知温冉打了温琪一巴掌，放错话，要立刻把温冉召回温家老宅问罪。温助理的母亲闹得最凶，说这次温助理不赔罪，就不认他这个女儿。温家的情况不对，怎么会有亲生母亲这么对自己女儿的？除非这里面有猫腻，找人保护好她。另外，再查一下陈婉仪。好。连声招呼都不打一个就走了。睡醒了换上，这2天我会去工地视察，别担心。竟然连衣服都备好了，这人还是挺细心的。我已经查到了黄一安的犯罪证据，和你姐姐温琪有关，我想你应该需要的。他真是帮我大忙了。有了这视频，我看温琪还怎么翻身。煮好了。哇，好香啊！冉冉，你得吹一级吧。就你嘴甜会夸，赶紧收拾碗筷准备吃饭了啊！遵命。太好吃了！我的好乖乖，你知道我馋你这一手厨艺馋多久了吗？馋得我日思夜想，今天终于吃到了。待会儿我要再来一碗。喜欢吃你就多吃点嘛，哪有那么夸张？我一共就会做3个菜1个汤，也能被你夸得天花乱坠。厨艺在精不在多。对了，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啊？没出什么事儿吧？你的病……对了，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啊？没出什么事儿吧？你的病……没啊。我能出什么事儿啊？我的病早就治好了。真是奇了怪，你没来上班，老板也没来上班。
不对劲，你不对劲啊！你是不是和老板有什么情况啊？而且你刚刚说你的病好了，不过是意外。我不小心中了药，然后给他10万块，把老板当男模睡了。把老板当男模嫖？乖乖，你是开发了新赛道啊！怪不得我说你一大早上气色这么好，跟刚出水的玫瑰一样。快说说。还行吧。过程呢？细节呢？事后感受呢？哪记得了那么多呀？不过他确实挺强的。这就够了。乖乖，苟富贵勿相忘，我只求到了35岁，别踩我就行。看你那点出息吧，我只不过是跟他睡了一次，什么关系都没有。啊！文然，马上给我滚回老宅！我知道了。谁啊？我爸让我回老宅，估计温琪已经跟他告了状。要不然你还是别回去了吧。那怎么行？这有些事迟早都要自己面对。爸，这么着急找我来，什么事啊？你现在胆子大了，竟然敢跟你姐姐动手了。没错，是我胆子大。反了你了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跟琪琪动手了？我不求他帮我，可听到了我打温琪，也不该是这种表情吧？你真是无法无天了你！你翅膀硬了，竟敢挡我！是他先打了我，所以我才打他。那又如何？她是你姐姐，她打你肯定是因为你做了对不起她的事，她只是在管教你。他打我就是天经地义，我打他就是大逆不道，这就是你们的管教。还敢狡辩？就是你背着我勾引岳超，他才跟我离婚的，你把老公还给我。够了，姐夫跟你离婚，你心里没数，把锅甩给温然，秦岳超就能回心转意了？温兆良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居然帮他不帮我？我不过实话实说而已。就你这脾气，哪个男人受得了？我要是姐夫，也要温然不要。兆良，你可得想清楚了，温然跟温杰谁跟你更亲？你到底该帮谁啊？当然是帮温然啊，毕竟我跟他可是同一个妈生的，亲兄妹。陈婉仪，你听听，这就是你养出来的两个白眼狼！妈，我所有人的巴掌都挡住了，没挡住我亲生母亲的巴掌。给你姐姐道歉。我没做错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你这个不孝女，你是要气死我吗你？妈，从小到大你从来没有帮过冉冉，今天还要当着别人的面打她吗？这里没有你的事，给我让开！温冉是我的亲妹妹，从今天起，谁动她，就是动我。如果以前我还奢望过莫恩，现在看，他心里哪里有我的位置？我跟秦岳超没有任何关系，今天过来也不是要跟你们吵架的，我就是想问问我的姐姐，为什么要害我？你少血口喷人！是不是血口喷人？看了不就知道了。黄离安，你把这个加到酒里，
务必让温冉喝下去。只要他跟我选的那个牛郎上了床，媒体一曝光，温家必然会蒙羞。到时候，我爸一定会将他们母女俩赶出家门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你是诬陷！这视频是 P 的，我根本没见过黄灵安。不想承认，没有关系。原视频我已经提交给警方了，到时候去给警察解释。从今天起，温家谁要是再欺负我，我一定1000倍、100倍的奉还。妈，救我！这是陷害！救我！好了，没事没事。妹啊，等等我！妹啊，你可太厉害了！你是没看见那个大妈脸黑的跟锅底一样，那皱纹啊得多2条。刚才谢了。客气是啥？咱俩谁跟谁啊？互利互助嘛。互助？我帮你什么？装傻呢？要不是你，这商林睿怎么可能帮我摆平红星社那帮人？商烈睿？对啊，不仅帮我还了3个亿高利贷，而且答应跟红星社合作呢。这唯一的要求就是让我在温家挺你。妹啊，还是你的面子大。商烈睿为了温兆良这种小角色去谈生意，这代价太大了。这温琪真是惨啊，嫁进秦家也守不住，还敢在你面前嘚瑟。商总既然看中你，那我以后跟着你混了。行了，我先撤了。没想到不知不觉，他竟然帮了我这么多。今天得当面好好谢谢他。他不在，差点忘了，他去工地视察了。哎呀，温助理，我正要找你呢。商总受伤住院了，你赶紧过去一趟。受伤？怎么回事啊？今天去工地视察，高空坠物砸中了肩膀。严不严重？万幸没什么大碍，只是手臂和肩膀骨折了。但是今天早上医生让他吃药，他死活都不肯，我怎么劝都没有用。但是我想他应该会听你的话，所以照顾他的事就拜托你了。听我的话？他恨不得把我生吞了。你赶紧带我过去吧。走。受伤了还这么性感，这血迹看着真疼，可这个胸肌……你怎么来了？还一直站着干什么？江浩说你受伤了，所以我来照看你。不需要，你先回去吧。上次是你照顾我，这次该我照顾你了。伤筋动骨100天，给你熬了大骨头汤，你尝尝。你熬的？那当然了，不然有谁有这么好的手艺啊？商总，请品鉴。很好喝，是吧？所有的汤里，我最爱熬的就是骨头汤了。小的时候不听话，总是跟温琪抢东西，结果呢，被我爸打一顿，被我妈又打一顿。后来听人家说吃什么补什么，然后我就做骨头汤，想着这样骨头就硬一点了，打起来就不那么痛了。
温家对他真的一点都不好。这骨头倒是挺硬，脾气也硬。以后不会再让你想吃什么补什么，而是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我都给你做。好，你伤口还疼吗？疼，所以你得多关心关心我。好，我的 CP 太甜了，扑上去坐起来呀！哇！江主任，你干啥呢？秦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什么都没看啊！说话都结巴，肯定做了什么亏心事。我进去。不行，你不能进去！我的屁股！我的 CP， 我来守护。你生我，你生我？对，我扔你，你也不能进去。我誓死守卫商总的幸福。温冉在里面，他们两个在。哦，跟我一起去看。好。哇，他好骚啊！冉冉，这还是第一次见他戴眼镜，没想到斯文败类这个词具象化后，竟然这么执迷。这身材……你还没回答我呢，你刚才是不是在关心我？是，我是在关心你。你怎么变得这么男绿茶呀？不过我很喜欢。那你要不要考虑给我一个名分？其实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很放松。既然我确实馋他的身子，在一起也很好。看你表现咯，先在一起1个月试试看，合适的话就在一起。不过你可要注意保持梦，一卡盐。一言为定。男朋友，饭也吃完了，该吃药了。不吃。温冉，乖，吃完药的话，文件就还给你。你看什么？拿来。不给，除非你把药吃了。我最后再问一遍，给还是不给？不给就不给。那可是你自找的。张烈锐，你干嘛？你快起来！他的身体在发烫，好疼！张烈锐，快起来！你伤口流血了，我让医生帮你包扎一下。不能进！哎呀，你别拦我！不能进！真不能进！别拦！我们什么都没看见啊！
你们怎么不提醒我？姐，我还没提醒你吗？我就差给你跪下了。我们要是再来，这半边脸都直接保不住了。让开！KO！ 到底是有什么胆子，居然敢在病房跟邵连瑞搞暧昧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就是来看看你，没想打扰你的好事。都怪他们，没看好门。不是我们，不是我们。你们两个人的脸怎么回事？啊，我俩不小心撞一起了。啊，对。你们先聊，我去倒杯水喝。你慢一点啊！我病也探完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那我跟你一起啊！好。姐，你来怎么也不提前说一下？我先说啊，我真没想打扰你的好事。哎，你伤口都裂开了。商林蕊，你什么时候这么猴急了？竟然这么把持不住，在医院里乱来。哎，说真的，你喜欢他什么呀？不知道，我每次靠近他，我都很兴奋。哎，你少开车啊！那看来你们这是好事相见了。要是妈知道了，怕不是把别墅都要掀了庆祝啊！这件事你暂时不要告诉妈。为什么？你好不容易有了心动的人，早点告诉妈，把她娶回家不好吗？她暂时是不会嫁给我的。啊？那总不能是她有老公，你是横刀夺爱吧？刚离，我的名分都是10分钟前刚要的，我现在和她提结婚，万一一脚把我踹了怎么办？你真会挑。我也觉得我很会挑。我弟他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温然啊温然，你是怎么把人家伤口自裂开，还让人撞见了？这社会性死亡啊！不过刚刚那个女人那么关心他，不会是什么豪门未婚妻戏码吧？行了，血止住了，你进去吧，看着他点。我？难道不应该你进去吗？这活只有你去了才有用，我去了也是找妈。我可以问一下，你们是什么关系吗？他姐啊，你以为我们是什么关系啊？没有，央视的小说里都是那么演的，未婚妻碰到，然后一下子抓奸。你还挺有意思的。行了，别瞎想，赶紧进去让他白药吃了吧。我这个弟弟也只有在你面前才像个正常人。哎，对了，有件事我还是得告诉你，你第一次来看病的时候，本来我才是你的主治医生，这小子就是来代班的，而且他第一眼就看上你了，掉进狼窝了。怪不得他第一次见我就觉得他对我图谋不轨，原来是真的。你怎么站起来了？不想住了，想回家。商烈瑞，你干嘛？我累了，走不动。我总不能这样一直抱着你吧？不用你抱，可我现在是病患，所以你得发挥女友力才行。你就装吧。商烈瑞，这儿这么多保镖，就算你一条腿断了，他们也能把你扛回去。你是不是故意折腾我？他们扶的没你舒服。好了，商总，现在坐稳了，我去上班了啊。
我要上班。我都受伤了，你还要去上班啊？不上班怎么办啊？我这个月的全勤记录会被打破的。我是你老板，今天算你出外勤。你花样真多。开车回家。终于等到七七离婚了，我也可以名正言顺去找七七了。爸妈，阿姨，我来了。琪琪呢？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她。你还有脸进这个门？我发生什么事了？温然起诉琪琪蓄意谋杀未遂，现在已经被警察抓走了。什么？都怪你，没有管教好温然，她现在翻了天，连姐姐都敢告。爸，您在警局不是有人吗？赶紧找关系把人捞出来。该打的电话都打了，人家根本不买账。刚才透露消息，商氏集团顶头施压，谁敢放人？商烈瑞，他为什么插手？还能为什么？肯定是温冉那个贱人用身体勾搭上了商烈瑞，为了报复琪琪，竟不知廉耻，爬上商总的床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赶紧让他撤诉。琪琪要真的坐牢的话，这辈子就完了呀！温冉跟我离婚后，竟然攀上了商烈瑞那种高枝，凭什么？刚离婚就爬上别人的床，我倒要问问他到底想干什么。你要是累了就去休息，没必要非得陪我。今天阿姨放假，你先坐会儿，我去给你做晚饭。你生话你还做饭啊？不碍事。你的话说不出口，小时候心脏扑通扑通，那就叫心动。长大之后我要是一直能这样就好，也挺好的。可不可以就一直这样很久很久？为了气我，竟然去找商烈瑞，你也不掂量一下自己什么身份？商烈瑞对你能是真心的？玩玩你而已。你跟温家闹翻了，还起诉了琪琪，我警告，快点撤诉！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爱跟谁来往跟谁来往，还是舔你的白月光去，少来烦我。算算时间，温琪也该要进监狱了吧？他们这个时候应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。是时候轮到他们了。他骂我，他竟然敢骂我，还拉黑我！景城，现在骂也没用，再不想办法，琪琪就真的要进监狱了呀！我的琪琪啊，她从小娇生惯养，她怎么能去坐牢呢？现在只有温然主动撤诉，琪琪才能不进监狱。可是他现在连你信息都不回啊！去到公司，我就不信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他能拒绝我们。阿瑞，听说温琪那个蠢货要准备进监狱了，哼，真是大快人心。别废话，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查到了。我通过温家当年的保姆挖出猛料，温冉在温家之所以不受宠，就连她的亲生母亲程婉仪也不喜欢她，是因为温冉才是沈傲兰的亲生女儿，而温琪才是程婉仪生的。调包？对，当年程婉仪害怕自己生的女儿受排挤，所以买通保姆把2个刚出生的孩子给换了，温冉就成了私生女。在温家一直不受待见，还受了20多年的苦。唉，温冉这也太惨了，自己亲妈在眼前却不能相认，还被一个假千金骑在头上欺负这么多年。程婉仪真是好手段。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温冉真相？今天，这种事情不能隐瞒。
商总，您看，你们在聊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哦，我突然想起，我昨天晚上泡澡时，王妈没给我放小黄鸭，我着急回去骂人了，我先走了啊！你们聊。他私下也这么童趣吗？冉冉，我有件事要和你说。什么事啊？你不是一直在疑惑，为什么你的亲生母亲不待见你，反而偏爱温琪吗？我查到了当年的一些真相，其实你才是温家长女，温琪是陈婉仪的亲生女儿。当年你和温琪被调包了，你和温琪被调包了。调包？原来这么多年，不管我怎么努力，怎么乖巧，我妈都不会正眼看我。她不管温琪犯了什么样的错，我妈对她还是很好。原来不是因为我不够好，而是我妈妈她一直都知道我不是她的女儿，是我自己。这20多年一直在自作多情。既然你知道这并不是你的错，那就不要用他们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我只是觉得很可笑，我像个傻子一样，在温家祈求了20多年的爱。一切都过去了，温家人给你带来的伤害，这辈子都无法抹掉。你不用原谅他们，更不要对他们有什么期待。从今往后，你有我，哪怕是天塌下来，我都给你顶着。如果没有商烈瑞的出现，我可能真的会被永远蒙在鼓里，继续做一个被人耻笑的跳梁小丑。这件事情，或许是命运给我的一份残酷的礼物。好了，这一次你真的把我哄好了。其实知道了这些事情，我心里的大石头反而就落地了。既然没有了这层血缘关系的纽带，那我也就没有什么顾忌。段老，下班了，你要请我吃饭。你想吃什么？随便，越贵的越好。觉得庆祝我温冉终于知道自己是谁了，彻底自由。好，听你的，吃最贵的。在外面跟野男人勾勾搭搭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前夫哥，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？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，我跟谁在一起那是我的自由。刚离婚就找夏夏，你还真是耐不住寂寞。有事儿说事儿，没事儿滚。冉冉，妈这次来是来求你件事儿，希望你能去撤诉。琪琪还小，要真留了案底，这辈子就完了呀。我不愿意。你还想不想在温家有一席之地了？你害得琪琪去坐牢，你有什么好处？你们把我当成温家人了吗？温琪那是下药，是犯罪。他要是成功了，那我就毁了。这下药不也没成功，你也没什么损失吗？何必跟你姐姐计较？再说了，他本性不坏，这看在妈的面子上，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我真的是不想再跟你们说什么，简直不可理喻。今天不撤诉，就别想走。让开，这是我们家的事，商烈瑞，你有什么资格管？他怎么没有资格管了？傅景成，你给我看清楚，他现在是我名正言顺的男朋友。前夫哥，既然已经离婚了，别总盯着别人的女人看，容易长针眼。还有，她现在是我们商家未来的女主人。
你们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尚灵瑞，你这种身份怎么可能看得上她？她不过是被人嫌弃的私生女。在她受尽委屈的时候，是我求着她给我个机会照顾她。至于在你眼里的私生女，是我商烈瑞视若珍宝的人。你就这么狠心的看着你姐姐坐牢？只要你愿意撤诉，妈以后一定赔偿你。事到如今了，还在演你这慈母的戏码？难道在你眼中，你所谓的母爱就是偏心和虐待吗？可是你姐姐她是温家嫡长女，多受些宠爱也是应该的呀。够了，你心里应该清楚，温冉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而是沈傲兰的亲生骨肉。你为了一己私欲，将他们调包了。你说温冉是我的亲生女儿？是真是假，你可以自己判断。这竟然是真的！不，这都是假的，你们别信，都是假的。温冉才是婚生子，那我之前解错人了，我还离了婚。你个毒妇，我杀了你！你杀人犯法的，杀人犯法的！将他们轰出去。放开！我只是想让我的女儿过上好日子，我有什么错？温冉，我是不是又多事了？没有，谢谢你。虽然我早就猜到了，但看到结果，心里的最后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下了。现在温家欠我的债，算是讨回来一点点。以后你有我，有我们的家。回我们的家。那还有一件事没有做。什么事啊？奖励你的男朋友。哇！我就知道是真的，磕死我了！我磕的 CP 终于成真了。我太甜了，辛苦当助理10年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看见阿瑞这种万年铁树谈恋爱，跟见证历史差不多，这一趟值了。以前哪怕起早贪黑做满汉全席，也换不来傅景成一句好话。现在，谁能想到那个洁癖到碰一下东西都要消毒的商店瑞，现在正在挽起袖子给我切水果呢，简直是世界第9大奇迹。温助理，你要是再偷拍，可要收费喽。谁偷拍了？我那是在视察工作呢。视察工作，那温助理对我的服务还满意吗？马马虎虎吧，就是切水果的技术还有待提高。技术确实有待提高。来，好甜啊！葡萄甜，还是喂葡萄的人甜？说什么呢？大清早的就说这种黄色的废料。我要去喝水了。於對岸共舞單人舞，航海加雪風浪愛得浮躁，轉轉角度，我問你問上太空，轉轉角度。
怎么？我跟我老婆说情话都不行了吗？商烈瑞，这是真的吗？什么真的假的？1个月前，我还因为老公出轨而难过，没想到现在幸福的这么真实。温然，这一辈子你都别想逃。知道了。是不是该下一个环节了？什么环节？你说呢？医生说要根治你的癔症，至少每天1次，深度治疗。流氓！大白天的，况且你不就是那个医生吗？你干嘛？别动！白天怎么了？太阳可以晒屁股，我就不能晒老婆？你老让我别动，是不是我在床上也别动？可以啊。正如霍乱时期的爱情中所言，正是这偶然的一瞥，成为这场半个世纪后仍未结束的惊天动地的爱情的源头。从此，我的灵魂被撕裂成2半，一半在等待，一半在幻想。